各位学员，大家好，欢迎大家修读书学医学，我是慈济大学医技系慧茹老师。今天我们要来谈谈 ABO 血型在鉴定时发生了不相符的事情。在我们之前的单元，我们特别提到 ABO 血型的鉴定，我们是透过细胞分型以及血球分型的实验结果，而且它们两个之间的数据还要刚好是相反的一个特性。如果并不如预期这样子呢，怎么没有相反？这个讯号怎么比较低？这个讯号跟我预期的不一样。那这些呢，我们都会放在所谓的 ABO 不相符的这个单元里面来为大家介绍。首先呢，刚刚有特别提到，这边是复习哦，ABO 血型的鉴定，透过2个实验来加以证明。第一个是 forward grouping 细胞分型，拿的是病患的红血球加上试剂的抗体来进行测试。第二个是 reverse grouping cell serine typing 血清分型，拿的是病患的血清，再加上试剂来源的红血球悬浮液来进行测试。好，那因此呢，在这样不符合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要依序来解开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真正的一些相对应的病因，来厘清为什么会有相不符合的现象。首先第一件事，一定要优先考虑的是 technical error， 会不会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要先排除这个可能性，我们再来从其他的角度来做切入。那在 ABO 血型的不符合当中，其实可以分成4个大的类型，来一一来为各位讲解。第一个类型呢，是在 reverse grouping 当中发生了不预期的反应。第二型呢，是在 forward grouping， 也就是 cell typing 细胞分型这一类发生了不预期的反应，我们放在第2类。第3类呢，就是来自于病人本身的身体状况，而可能有蛋白质或 plasma 的一个过多的一个分泌的情形，而导致呢这红血球看起来好像粘在一起，像米钱状，一个一个钱币叠在一起，而让我们误以为它有一个凝集的情形，我们就称之为伪凝集状态。那我们把它放在第3类。那第4类呢，就是无法分类的这种其他类就是放在第4类就是复杂种类的一个情形。我们等一下依序透过1、2、3、4这不同的一个类型来为各位同学介绍如何解开 ABO 血型反应不相符的一个情形。好，首先呢，这个是在 technical error 里面常常发生的几个要确认的点第一个，请再重复确认，病患的身份是否正确啦，你的 document 是否正确啦。第二个呢，你要确定你的试剂跟你的设备都是在正常情况下来运作，而且有通过品管的。第3，再确认一下操作者或是我们的 SOP 里面，我们的操作程序是不是有发生一些异常的一个现象，都要重复再确认。那这个文件当中也特别提醒大家说，它有一个建议的顺序。有提到说，我们在做细胞分型、血清分型，不外乎就是红血球悬浮液再加上血清。那这个先后顺序呢，会优先以先加入血清或是试剂的抗血清先加入，第2个呢才加入红血球的一个部分，然后立刻来做一个观察跟记录。那以上这3点呢，就是可以针对我们 technical error 呢来进行一些调查跟排除的一个可能性。那如果都排除了这个 technical error first 我们都已经排除，确定真的没问题，我的技术好得很，对不对？任何的可能的人为误差也都排除了，那我可以采取怎么样4大 strategy 来进行那第一件事情可以针对这个样品，如果原本的红血球它是在血清血浆当中的，建议大家先使用 normal saline 就是saline生理食盐水的部分，将我们红血球来做一个清洗的动作，去除掉血清的干扰，再重复一次我们的 ABO 血型鉴定。那第2个 strategy 呢，我们如果还拿得到再取样一次病患的一个血样的话，我们重新来拿到一个新的样品，再进行 ABO 血型的鉴定，来看看这上一支样品与这支样品之间的 ABO 血型鉴定是否一致。好，在排除 technical error， 也在 strategy 1跟2之后呢，这 ABO 血型的不规则情形还是存在。接下来我们就要启用 strategy 3。
到底这个病患的history， 也就是他的病史的过程呢，都要做一个收集的动作，来看看可不可以解开这个 ABO 鉴定不相符的一个情况。例如说，病人的病因诊断、过去的血型鉴定记录、输血的记录，甚至于会不会有曾经有骨髓移植的一个情形，甚至于渐经使用药物的状况，看这些元素是不是就是让这些 ABO 血型鉴定不相符的一个原因。第4个 triage， 重新再看一下我们的 ABO typing 的 reaction， 看看它是你预期这里是一个强凝集，可是它居然比较弱，或者是不见了。你预期这里是应该没有的凝集，居然变成一个多出来的凝集现象，把它进行分类。如果分类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透过等一下提供的一个流程表，让大家找到可能的推敲原因。